各位球友，大家好！釜山世乒赛的男团决赛在中国和法国之间进行，最终中国队3-0如愿以偿的获得了斯威斯林杯。那么看完这场比赛我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那第一盘是中国队的2号王楚钦对阵菲利克斯。有的人可能菲利克斯和埃利克斯分不清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我说一下我是怎么记的有一个土办法。埃利克斯那是 A 打头，字母 A 打头呢比字母菲利克斯那个 F 更靠前，所以呢埃利克斯呢是哥哥，菲利克斯呢是弟弟。然后你记呢先横板后直板，那就是哥哥呢叫埃利克斯，使的是横板，弟弟呢是菲利克斯，使的直板。好，我们回到比赛当中，第一局一开始王楚钦进入状态就非常快。菲利克斯呢作为法国的一单，世界排名第6，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挺有看点，或者是比较激烈，即使王楚钦赢，应该赢的也是跌宕起伏，或者是比较吃力吧。结果呢和预想当中确实不太一样。那么反观菲利克斯，作为一名不到18岁的年轻小将，包袱还是比较重的，感觉不太在状态，打完每一板球都有点发愣的感觉。处理球的时候呢，手显得比较紧，无谓失误也比较多，所以一上来之后就有点被王楚钦打懵了的感觉。那么第2局之后王楚钦依然表现出比较强大的气场，整体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到了第3局之后，其实菲利克斯也加入了一些搏杀的战术，但是无奈整体实力在这场球当中起码看出来和王楚钦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这样王楚钦呢就3-0比较轻松的赢下了菲利克斯，为中国队拿下第1分。其实比较有看点的是第2盘比赛，由法国队的2单埃里克斯对阵樊振东。其实这一盘比赛在第1局当中樊振东发动的还是比较快的，一度我以为这又是一场比较顺利的很快结束的比赛。在前半段樊振东是一路领先，到后半段的时候埃里克斯虽然作为法国的2号，但我觉得他的手感非常好，属于周旋能力非常强的一名队员。我给他的概括或者是定位应该是介于瓦尔德内尔和盖廷之间这么一个人。他既有老瓦那种游击队的感觉这个手感非常好，变化莫测。那另一方面呢，他这个打法也比较的凶狠，有的时候感觉不应该发力的球他都能够发力，而且在第1局的后半段的时候还真发力打上了，这也造成了樊振东开始领先的优势，后来荡然无存，最终输掉了第1局的比赛。从第2局开始樊振东也做出了调整，尤其是在发球这个环节，感觉樊振东基本上都发埃利克斯的正手短，多以侧上为主。那么埃利克斯正手短，你如果挑起来我就反拉你，如果你劈长我就拉起来。最终呢都是2人进入上旋的相持，因为上旋相持樊振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这样呢打到了樊振东的节奏，樊振东呢就比较容易拿下了比赛。到后期的时候其实樊振东不适应或者输的比较多的比分，一般来说还是在于埃利克斯的这个变化。其实我们平时看比赛的时候不要老盯着世界排名说话，不是世界排名靠前的就一定能够赢世界排名靠后的。那么竞技体育呢就有这样的特点，越有观赏性的比赛越有悬念。那咱们就说点题外的，你比如说足球世界杯为什么观众那么多世界第1运动，那主要就是因为你不是实力强你就一定获得比赛的胜利。那么回到比赛当中，就是在第2、第3、第4局的时候，樊振东有输有赢，很多的得分都是埃利克斯作为一名游击队员或者叫游击队长，这个变化比较多，确实打乱了樊振东的节奏，让樊振东出现了很多无谓的失误。那么到最后的时候，第4、第5局樊振东连扳了2局，其实樊振东的发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做出了一些调整。原来呢总发的正手短侧上，这回呢逐渐改成转不转中路短。这个时候埃利克斯其实处理的也很不好，也给樊振东上手创造了很多的机会。到比赛进入后期的时候，实际埃利克斯一直在尝试着不断的变化，打乱樊振东的节奏。无奈最后樊振东的表现还是更加出色一点，确实底子也要更厚一点，拿下了比赛。看第3盘比赛，马龙对阵西蒙高茨。那么西蒙高茨也算一名老将了，原来西蒙高茨都打法国1号的，现在这个埃利克斯、菲利克斯2兄弟上来之后他就属于退居3号了。在比赛当中第1局西蒙高茨确实上来就是放下包袱，我就是跟你拼我实力比你弱，我排名比你往后，而且呢我0-2大比分盘分落后，我就是大刀阔斧我就跟你干。然后这个反手的发力也确实有些不讲理，有点盖廷的这个风格。在第1局的时候拼的马龙呢也有点乱，
而且他这个反手，你不能说乱发力，他真上台，这个比分呢就一直是西蒙高斯领先。那么在第2局开始啊，龙队逐渐调整了战术，主要我就跟你打前3板啊，在发接发的时候占据明显的优势。你看发球的时候你不好上手。其实西蒙高斯呢是比较擅长打这种上旋的相持球，因为他这个手感非常好，放高球啊，包括中远台的周旋能力都很强。那么他就拼命的，我正手我就挑，反手就拧。那其实马龙发这个球你不太好上手，你如果强行的上手，质量也不会很高，而且命中率会很低，以至于第2、第3、第4局，西蒙高斯在接发球这个阶段一直没有处理好马龙的发球，或者说没有给马龙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你反观西蒙高斯的发球呢，也是很不严谨，想发短的经常就发了个半出台，让马龙呢抢了好几个，然后一发长呢还失误。那么马龙在掌控比赛之后，西蒙高斯也采用了各种搏杀的战术，毕竟还是马龙技高一筹，实力更加强大，最终拿下了比赛。好了，关于中法决赛就给大家分析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